婚礼彩排当天，纪凤竹的养妹说，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跟他举行一次婚礼。为了满足她的愿望，纪凤竹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跟他在舞台上热情拥吻。我震惊错愕之时，他却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能不能别总是这么小肚鸡肠？文文只是我妹妹。后来，我的竹马也许愿我能跟她领证结婚，她却红着眼眶，卑微地祈求：明珠，我在一起8年，我却搂着竹马从她的身边走过，领个证而已。你怎么这么喜欢斤斤计较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人群的喧嚣中，我站在台上，紧紧地握紧手心，手上刚做好的美甲刺破了皮肤，在婚纱上留下点点血渍。而我的面前接吻的2个人，一个是我的未婚夫纪凤竹，另一个则是他一直视若珍宝的养妹纪文文。底下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，都纷纷尴尬地低下头，一旁的司仪更是站在原地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示意灯光师先将灯光打在我身上，在纪凤竹的旁边悄悄地提醒：“纪先生，新娘来了。”可纪凤竹却没有丝毫的收敛，反而直接让人将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婚戒戴在了纪云云的手上，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，许下郑重的承诺：“云云，你放心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心里的第一位，是我此时最重要的人。谢谢竹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”他们2个海誓山盟，我这个准新娘就这么站在舞台的中间，忍受着底下众人奇异的目光。你看，我早就说了，他们2个不清白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看的新娘子。就是，不过这新娘也是能忍，要是我，早就把捧花扔到新郎脸上了。真是仁者神龟。听着底下的议论声，我的脸色也逐渐变得苍白，手里捧花上的花朵都差点就被掐断。可纪凤竹却没有丝毫的收敛，不但将纪云云搂在怀里，甚至将她的手放在手心里把玩。我看着纪云云身上的高定婚纱，那是我提前6个月在一个知名设计师那里订的。可在快要临近婚期的时候，纪凤竹却说婚纱尺码不对，不要了。现在看来，哪里是尺码不对，分明就是被他送给了养妹。见我站在原地迟迟没有动作，纪凤竹的眼里也逐渐没了耐心，直接从一旁的司仪手里抢过话筒，对着我不耐烦地开口：“明珠，快点过来，仪式要开始了。”他怀里的纪云云也得意地看着我，眼神里都是挑衅，握着纪凤竹的手，委屈地开口：“姐姐别生气，只是能跟哥哥举行婚礼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，所以哥哥才会在彩排当天满足我这个愿望的。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生气。”纪凤竹却将纪云云护在怀里，挡住了我的视线，嘲笑地开口：“夏明珠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小肚鸡肠？文文只是我妹妹而已，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明天的婚礼就不用办了。”我嗤笑一声，纪凤竹总是以为我会为了原谅一切，可看着亲密无间的2个人，我突然就觉得很没意思，直接提起婚纱，在纪云云嘲讽的眼神中走到纪凤竹的身边。可就是在快要走到她身边的时候，我拒绝了她伸过来的手，直接手上的手套脱下，连带着手捧花一起砸在了她身上。花束重重地砸在她身上，掉落了一地的花瓣，就像我们曾经的爱情一样分崩离析。在她震惊的目光中，我直接从她手里夺过话筒，注视着她的眼神再没有曾经的爱意，直接地开口说道：“那就不用办了，婚礼取消。纪凤竹，我不愿意嫁给你了。”
纪凤竹的眼里立即就划过一起震惊，而本来议论纷纷的人群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我扔了话筒，直接转身离开，来到化妆间卸妆。我坐在梳妆台的椅子上，只觉得好累好累。纪凤竹从我身后走过来，想要牵我的手，却被我直接躲开。他眼里立即就闪过一丝不耐烦，直接冷声地开口：“别闹了，一次彩排而已，又不是婚礼当天，你至于这样吗？”他眼里的烦躁跟嘴角不屑的弧度再次刺痛了我。我嗤笑一声，直接讽刺地开口：“他想要跟你举行婚礼，你就答应他。他要是想当妈，你是不是还上赶着去当爹？到底是他不知道这样不对，还是你更享受游离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成就感？”或许是被我说中，纪凤竹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直接一脚踢在一旁的化妆桌上，破口大骂：“大喜的日子，你就非要闹得这么难看是吧？是我非要闹吗？明明是你！”我话音未落，他就推开我，直接出门锁住了化妆间的门，对着我喊道：“既然你不想彩排，那就在这好好的冷静一下。”酒店的化妆间封闭又没有窗户，门被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立刻就冲到门边，在试了几次都失败以后，只能疯狂地拍打着门：“纪凤竹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我有幽闭恐惧症，快放我出去！”可门外的脚步声却没有半分停留，直到大厅再次传来声音，我才知道他们居然又重新开始了彩排。狭小的空间里就剩下我自己，我蹲坐在角落，眼里皆是恐惧。幸好手机响起，是爸妈的来电，他们来参加彩排，却只看见纪凤竹搂着纪云云，才连忙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听着他们着急的声音，我简直泣不成声，连忙将自己被关在化妆间的事情告诉他们。挂了电话，我为了不再恐惧，继续刷着手机，却发现纪云云刚刚发来的视频。视频里面，大屏幕里显示的是她跟纪凤竹的婚纱照，牵手、接吻，亲密不已。大屏幕下面是纪凤竹一次又一次说着忠贞不渝的承诺，绝不背叛的誓言。我手指颤抖着将视频全部点了保存，外面却突然放起了烟花，巨大的声音将我的恐惧拉到高潮。全身颤抖之时，化妆间的门突然被人打开，我妈将我紧紧地拥在怀里，带出化妆间。我爸怒火中烧，看着一旁正在彩排的两个人，正准备冲上去动手，却被我拦住。爸，没必要了。这一刻，我无比庆幸，我没有在婚礼前领证，心里的恐惧消散。我在妈妈的陪同之下，脱掉身上的婚纱，离开了现场，走到大门外，却被冲出来的纪凤竹拦住了去路。爸妈拧着眉，还想教训他。我拍了拍他们的手臂，让他们先去停车场，留下我和纪凤竹们两个人。纪凤竹揉着眉心，眼里看起来都是疲惫，看着我眼里没有一丝的愧疚。这件事都是有原因的，等到明天婚礼结束，我一定亲自跟爸妈。我直接打断他：“不用了，那是我爸妈，不是你爸妈。至于婚礼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让纪云云上就行，直接养女变儿媳。”他愕然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话，无奈开口：“明珠，你不要说气话，你也知道，我一直都拿云云当我的亲生妹妹，一次彩排而已，又不是正式的婚礼。”我只觉得好笑，居然直到现在，他还觉得这没有错。他跟纪云云只是兄妹情深，亲妹妹，谁家好人会跟亲妹妹接吻？谁家好人会甩开新娘，跟亲妹妹举行婚礼啊？他还想要说些什么，我却直接越过他，向着爸妈的身边走去，没再给他半分眼神，一直到坐上车，才给他发了一条微信。
婚房是我们家卖的，给你10天的时间，从里面搬出去。他没回，大概是觉得我还在闹脾气吧。爸妈的脸色不善，但还是拿着手机给亲戚打电话，解释着明天婚礼不能如期举行的原因。一些亲戚听说了以后都能体谅，只有个别难缠的还在冷嘲热讽：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就取消了？我早就说了，明珠这丫头就是太凶了，一点都不温柔。你看，这结婚前1天，人家不要她了，我直接从我爸的手里抢过手机，对着我二姑就是一顿输出。你是我家亲戚还是新郎家的亲戚？他在结婚前1天出轨，那是他垃圾，你跟他站在一起，说明你更垃圾。2个垃圾，滚一边去吧！说完，我直接就挂了电话。我妈却担心地握着我的手，看到她眼里的担忧，我直接宽慰地开口：没事的妈，不结就不结了，我又不是嫁不出去。我跟着爸妈直接回了家，等到他们情绪稳定了以后，我直接联系中介去了我家给我准备的婚房。这套房子是我爸妈送我新婚礼物，虽然面积小了一点，但是地理位置是在市中心，所以价格不低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我打开家门看到的却是2个正在相拥的人。纪凤竹看到我的瞬间，眼里闪过一丝慌张，随后松开了一直抱着纪云云的手，尴尬地看着我说道：明珠，明天就是婚礼了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带着中介走了进去，跟他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房子的情况以后，纪凤竹立马就皱着眉头看向我：明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着他脖领上的红痕，平静地开口：你没看出来吗？我要卖房子。我话音刚落，他本来尴尬的神色立即就染上了怒意，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说道：你要把房子卖了，那我们结婚以后住哪里？我嗤笑一声，还没有开口，纪云云就突然挽住了纪凤竹的胳膊，得意地开口：就是啊，姐姐，你不会还在为了彩排现场的事情生气吧？就算是生气，你也不能要卖竹哥哥的房子。看着他们2个得意的样子，我直接置之不理，找出房产证交给中介，示意一切都由他们来办。中介还没有收好，就被一旁的纪凤竹推到一边，从他的手里抢走房产证明，怒视地盯着我说道：明珠，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，你有必要闹得这么绝吗？一旁的纪云云也挽着纪凤竹，适当委屈地开口：就是啊，姐姐，我跟哥哥真的是清白的，那只是小时候的梦想而已。你要是生气，就打骂我吧，我没心思跟他们纠缠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想卖就卖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劝你们最好赶紧搬走，别等我报警把你们赶出去。纪凤竹心里的怒气顿时直冲头顶，抬手就想要打我。一旁的中介发现不妙，义无反顾地站在我面前，对着纪凤竹喊道：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还想要打人？纪凤竹没有理会，可就在此时，我们3个人的手机却都同时响了起来。我打开一看，赫然看到纪凤竹跟纪云云在婚礼现场的视频上了热搜榜上的第1。视频底下还有热心人贴心地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养兄妹在养兄的婚礼彩排现场牵手接吻，新娘甚至还在场。看着底下大批大批的怒骂纪凤竹出轨的，我直接笑出了声。果然没白费我花的钱，但另外2个当事人显然是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。纪云云直接害怕地哭了出来。纪凤竹铁青着脸，不停安慰：不过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抢过房产证交给中介，就直接和中介转身离开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随着网上的舆论越演越烈，纪凤竹居然还有脸来我家，或者说，可能他也觉得
这是他最后的办法了。但是在开门之前，我妈还是不放心地看了我一眼，恨恨地说道：“夏明珠，你要是敢跟他复合，我就当没你这个闺女。”我妈的话音刚落，我就连忙保证地开口：“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是肯定不会原谅他的。”亲耳听到我的保证，我妈才把门打开。只是因为之前的事，现在对着纪凤竹实在是什么好脸色，更是直接将带着大包小包的纪凤竹挡在了门外，语气不善地质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家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”纪凤竹也不生气，似乎是铁了心的想要求我原谅，无论我妈说什么，她都是陪着笑的道歉。一来二去以后，门口的邻居都开始出来看热闹，眼看外面的人越聚越多，我妈只能先让他进来。纪凤竹进门以后，立马就熟络将礼品放在了一旁，随后径直地走到我面前，直直地跪了下来：“明珠，我知道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你打我骂我都是你应该的，但是现在的这个热搜对我们都不好，你发文澄清一下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发文澄清，我一定给你最豪华的婚礼。”我面无表情，还没有开口，我妈就直接带着怒气地说道：“就凭你还敢娶我闺女？做梦！”纪凤竹却置之不理，只是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盒子，打开放在我面前，面露诚恳地说道：“明珠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补偿你的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”我妈似乎是被纪凤竹这股不要脸的精神气到了，直接气冲冲地坐到了一边。我却是看着她手上的那枚戒指发呆。在一起这么久，如今重新打量着纪凤竹的身影，过往的酸甜苦辣都涌了上来。我现在才发现，相比于以前的她，现在的她真的变了好多。我还记得她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，看起来腼腆又害羞，我妈不过是随意地问了她一句话，她就紧张的耳朵泛红，不敢正视她，但却还是跟在我妈的身边，在厨房忙前忙后，甚至就连坐在沙发上都不敢靠在椅背上，生怕有哪个地方做得不满意，让我妈不开心了。直到收到我家里的红包时，她才兴奋地抱着我说：“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。”但是现在呢，我刚想要开口拒绝，门口就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妈去开门，就见门口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影，是我的竹马许清怀。他丝毫不认生地跟在场的所有人打过招呼后，就径直地坐在我身边，直接隔开了一旁的纪凤竹。纪凤竹还想要说话，他就直接拿起桌子上的橘子掰开，一片放进嘴里，随后将整个橘子颇有暗示地放在我的手心，温柔地开口：“甜的，尝尝。”纪凤竹看到这一幕，恼羞成怒，刚想要开口的时候，她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刚点开接通，那边立即就传来了纪云云委屈的声音：“哥哥，姐姐还不肯出面解释吗？现在网上都是在骂我的，我好害怕呀！”我好笑地看着纪凤竹，想要我主动解释，她觉得可能吗？她大概是也明白了我眼神里的一气，看了我一眼以后，就缓缓地开口：“云云。”她话未落，纪云云就打开了摄像头，颇为绝望地开口：“哥哥，我知道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以死谢罪，只求你跟姐姐别再生气了。”说着，他就调转了摄像头，将画面对准了自己的手腕，而他的另一只的手上正握着一把匕首，向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地划去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纪凤竹立即就激动，让他不要做傻事，随后就抬头就用充满希冀的眼神看着我。明珠，云云她想要说什么，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，所以我直接看向纪凤竹，淡定地开口：“再不去，等下他伤口都止血了，
纪凤竹闻言，立即就激动地看着我，猛然站起身，就想要过来抱我。被一旁的许清怀拦下后，他又开口：“明珠，你放心，等我回来，一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”我本来是想要直接跟他说分手的，可他居然还非要这么说，那我就干脆直接站起身，看着他说道：“既然没什么事，那我跟你一起去，也看看他伤得严不严重。”纪凤竹闻言，没有半分的犹豫，立马就点头答应。好，纪云云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跟着纪凤竹一起来，但是在看见纪凤竹的那一刻，还是立马就泪眼朦胧地看着他。纪凤竹也连忙将他搂在怀里，柔声的安稳。等到他的情绪稳定的时候，他这才注意到一旁的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可我却丝毫不在乎。纪云云倒是装作刚看到我的样子，委屈地开口：“姐姐也是来看我的吗？”我白了他了一眼，努力地忽视掉他眼里的敌意，直接将手里的茶花放到了一旁。来看你。纪云云还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我已经挤开了纪凤竹，径直走到他身边，在他的耳旁悄声说道：“这次热搜就是我送你的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还有这束茶花跟你很搭。”说完，不顾他想要杀了我的眼神，径直走出了房间。只是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一旁花瓶破碎的声音，我没理会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只是我没想到纪凤竹也出来，她皱眉不悦地看着我：“你明知道云云受不了刺激，为什么还要故意刺激她？”我无所谓地看着她，语气讽刺地开口：“一个跟我未婚夫接吻的小三，你还指望我对她有好态度？你可真天真！”纪凤竹被我的话一噎，眼看四周已经开始有人围观，但还是强忍着怒气的开口：“云云已经被那些恶评刺激到自杀了，我今晚得陪着她。你……”我无所谓的点头，直接就转身离开了医院。我回到家，跟爸妈简单讲了一下事情的原委，就径直回到房间，好好的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没事，索性就在家里浑浑噩噩的躺了一天。刚起床，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。我刚打开房门，就看见一脸疲惫的纪凤竹：“明珠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。”我好笑地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袋子，拦在门口问道：“纪云云吃了吗？”他越过我，径直地向着客厅里面走去，将袋子放在餐桌上，才开口：“吃了。”明珠，我知道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，但是云云她已经被逼到自杀，等到你澄清过后，我们就重新举办婚礼，好不好？言辞诚恳，字字认真，好像那天将我一个人锁在化妆间的人不是他，将我的婚纱给他养妹的人不是他，所以我拒绝。明珠，我们在一起8年，你只是一时接受不了而已，等到时间长了就好了。快来尝尝我给你带的好吃的。我这才发现，以前怎么不知道纪凤竹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，不但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还固执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看着他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我直接冷声地开口：“纪凤竹，你有病吧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现在请你出去。”纪凤竹正在摆放盒子的手一愣，立即就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随即走到我身边，一脸受伤地看着我：“明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纪凤竹还想要过来牵我的手，被我躲过以后，就想要直接抱住我。我刚退后半步，就撞上一个坚硬的肩膀。清怀，许清怀点头，就将我拥在怀里，撒娇地看着我：“今天是我生日，可是就只有我自己，你陪我一起好不好？”看着他祈求的目光，我一时之间愣在原地。我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如果不是因为他高中毕业去了国外读书，那么此刻恐怕我们2个就是最熟悉的人。
只是现在见我有几分犹豫，许清怀红着的眼眶立刻就流出了眼泪，拉着我的手，撒娇地开口：“这么久没见，让你陪我过一次生日，难道就这么难吗？男人会流泪，女人会心碎。我承认，我心软了。”于是在他的邀请下，我跟纪凤竹就一起来到了他家。起先的时候一切顺利，只是在许愿的时候，他却突然转头看着我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夏明珠结婚。从我情窦初开到现在的每一天，我最大的愿望都是能跟夏明珠结婚，所以嫁给我好吗？”纪凤竹刚想要上前阻拦，就被一旁许清怀的朋友按住，拉到了一边，只能发懵地看着这场戏剧性的转场。我也是怔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许清怀就已经单膝跪地，从一旁的小盒子里面掏出一枚戒指放在我面前：“明珠，我知道是我回来晚了，你跟他已经相识了，可是我本来都要放弃了，可他却这么对你，我怎么能认输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从我情窦初开到现在，我都只喜欢你一个人，嫁给我吧。”他手上鸽子蛋一样的钻戒几乎要将我的眼闪瞎，透过头顶的灯光，他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明媚的炙热，一如多年前的高中。他给我背着书包，问我以后想考哪个大学。我失落地跟他说考试考得不好时，他又拉着我的双手安慰我。那个时候的他就像现在一样，看向我的眼神里都是满满的炙热。只是现在，我回头看着四周起哄的众人，刚想要将许清怀先拉起来，他就耍赖一般拉着我的手，撒娇地问我答应我好不好？好。在戴上戒指的那一刻，我眼里还都是许清怀流着泪求我的模样，真的让人不自觉地升起几分怜惜。身后的纪凤竹还想要挣扎，但是关键时刻他被按得死死的，只能大声地说道：“明珠。”我回头看他，就见他双眼通红，眼里都是祈求。我们在一起8年，你难道要因为他放弃我吗？他知道我最吃这一套，但是前提是我喜欢的男人，所以现在我直接搂着许清怀从他的面前走过，不耐烦地开口：“这可是他从小到大的心愿，领个证而已。你怎么这么喜欢斤斤计较？”纪凤竹挣脱开束缚，挡在我们的面前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祈求地开口：“明珠，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。”但是我没有兴趣听他废话，直接从他的身边走过，跟着许清怀去了下一场派对。等到一切宴会都结束以后，已经是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松开许清怀的手，开口道：“昨天的事谢谢你，演了这么大一场戏。”本来有几分醉意的许清怀听到我这么说，立刻就清醒了过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我没有演，我是认真的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有些没反应过来地看着他。什么？他低头看着我，眼里都是深情，就连本来松开的手都被他握在手心。我说：“我没有演，我真的喜欢了你很多很多年，从情窦初开到现在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”我彻底地呆愣在原地。不是没有察觉到他的感情，只是我刚结束了一段长达8年的纠缠，实在是没有心情再去开启下一段，只想要回家好好的睡一觉。刚准备随口敷衍过去，许清怀就已经将我揽在怀里，初升的阳光洒在我们2个人身上，谁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影子已经开始慢慢的交织在一起。就像曾经无数次的那样，他规划的未来里始终有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父母你也见过，我们在一起可以完全杜绝婆媳矛盾。你要是还担心，我就嫁到你家去，跟你爸妈一起生活。反正你爸妈对我一直很好，
而且我的学历也很优秀，现在正在创业，虽然还只是初始阶段，但是以目前的收入来说，还是比较稳定的。虽然不能月入100万，但是一个月10几万还是有的。我们以后听着他絮絮叨叨的开口，我的思绪也开始纷飞。正在想理由拒绝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红着眼眶，哽咽地看着我：“明珠，别让我哭好吗？”这一刻是心动的感觉，我觉得我一定是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不然怎么就刚在一起就去跟许清怀领了结婚证？只是看着手上红彤彤的结婚证，我还有几分不真实的感觉。不过没关系，过去的路我走错了，但是接下来的路我会好好的走，就算是失败，我也从来不缺重新开始的勇气。虽然许清怀不一定会给我这样的机会，看着他嘴角怎么也掩饰不住的笑容，我也被他感染。还在头疼怎么告诉父母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将我们的结婚证发在了朋友圈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许清怀牵着我的手，时不时地低头看我一眼，耀眼的阳光洒在他的侧脸，衬得他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之下，看起来温柔又帅气。喉结随着他说话的频率上下滚动，脖子上的项链也正好卡在锁骨的中间，真的是每一个点都长在了我的性取向上。许清怀也注意到我的视线，耳尖都开始慢慢变红。正当我觉得好笑的时候，突然在家门口碰见了纪凤竹，她手里抱着一束捧花，视线落在许清怀牵着我的手上。我刚想要收回自己的手，就被许清怀握得更紧。纪凤竹看到这一幕，有些落寞，就连眼神里都多了几分愧疚。明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看向他的身后，居然难得空无一人，反问的开口：“纪云云呢？”纪凤竹顿时就低下了头。我也从他的口中得知，随着这件事情越演越烈，他父母也终究是知道了这件事，大发雷霆，直接就将纪云云赶出国外，断了他的所有收入。不出3天，听说就被人抢劫强奸了好几次。纪凤竹想要帮他，却被他父母直接没收了名下所有财产，并且命令他必须要求我回心转意，不然就直接将家里的全部的财产转给他弟弟。而知道这一切后，我只觉得好笑，看着他手里的花，直接嘲讽地开口：“纪凤竹，你不是想要求我原谅，只是不能接受你自己即将失去的一切。毕竟据我所知，你弟弟可比你优秀多了，如果他继承家里的全部家产，你的下场一定不会好受。”看着他无措的眼神，我直接无所谓的开口：“可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让一让，我要回家了。”纪凤竹的脸色顿时就变得煞白。他那个弟弟从小就患有感情障碍，对于亲情一直都比较漠视，再加上他小时候没少欺负他，要是让他掌权，那下场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刚想要继续求我原谅，就发现有人正在观察着一切。他连忙转身就想要离开，却被人直接撞进麻袋，带到海边。哥哥，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跟我玩这种游戏了吗？现在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？不要。这些后续的发展我自然是都不知道，毕竟在筹划一次婚礼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尤其是许清怀逝世都要亲力亲为，就连选喜糖、写请柬这些小事都是他一手操办。他总说：“明珠，能够娶到你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